重大消息，号称牢不可破的苏罗维金防线，这次似乎终于要撑不住了。就在近几日，乌军再次在扎波罗热南线2个重要方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甚至直接打出了2个突出部。这下该轮到俄军慌神了。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跟着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早在今年4月份，俄军为了阻止乌军的反攻，专门在扎波罗热南线修建了3道防线，也就是苏罗维金防线，且每道防线都设置了各种铁丝网、龙牙等障碍物，其中还包含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地雷等，这也确实极大延缓了乌军的反攻步伐。但是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之后，近日乌军依然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过持续多日的猛烈进攻，以4个机械化旅为主力的乌军突击集群，终于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收复了该区域的核心防御节点重镇旧马约尔斯克。目前仍在继续扩大了河谷控制区域。而大兵之所以说该村是大诺沃希尔卡的防御节点，主要是因为该区域是俄军在扎波罗热南线号称牢不可破的苏罗维金防线第1道防线的核心支撑点。地理位置上，该村位于莫克里亚利河谷的中央，往南只需走2公里就是防线核心斯塔罗姆利尼夫卡，往西是高地群腹地，往东则是第1、2道防线间的空档结合部。不仅如此，该村除了充当俄军的据点外，还横跨了 TO518 高速公路，这是扎波罗热中部区域最主要的南北道路。同时，该村距离马里乌波尔也只有110公里。按照此前乌军的反攻计划，如果想要切断俄军通往克里米亚的后勤通道，就必须收复马里乌波尔市。也就是说，在必须收复马里乌波尔的前提下，该村以及南部的众多村庄就成为了必经之路。所以收复旧马约尔斯克极为重要。因此，在28日收复了该村之后，该区域的乌军就迅速对乌洛然涅发动了新攻势，目前已经占领了2村之间的高地，对村内的俄军形成了3面包围之势。也就是说，如果村内的俄军想要撤离，就只能借由村南侧的道路，但是这样一来，乌军就能追着溃败的俄军部队一直打到斯塔罗姆利尼夫卡，到时该村也将面临陷落的危机。这显然是俄军无法接受的，毕竟一旦斯塔村丢失，第1道防线上的俄军部队就将陷入危机。或许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乌军才会用如此猛烈的打法，将众多俄军主力拖在这个地方，为其他方向上的进攻创造机会。而这次乌军之所以能在收复旧马约尔斯克后迅速对乌洛然涅形成3面包围，主要原因在于这次的乌军进攻主力采用了调虎离山的战术。首先，初期乌第46空突旅率先对普里尤特涅发起进攻，同时乌军另外2个旅也开始向进攻乌洛然涅的东部，借此牵制俄军大部分注意力，导致俄军第37旅必须同时防御旧马约尔斯克和乌洛然涅2地。于是乌军便凭借兵力优势收复了前者，并对后者形成了3面包围。这种操作不仅让大兵想起了去年哈尔科夫反攻前，乌军也是用类似方式削弱了哈尔科夫当地的俄守军，这才能在几天内收复数千平方公里的失地。看来俄军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呀。当然了，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拖住俄军，但乌军下手的力度并不强，在对乌洛然涅村的进攻中使用了多款重型火炮，在击上前线部队的迫击炮火力，给村内的俄军带来了很大伤亡。期间更是有许多俄军被俘，坦克、装甲车也损毁严重，感觉要不了多久就能拿下。或许俄军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近日，为了出现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有消息显示，俄军已经开始在扎波罗热南部和顿涅茨克南部连夜向后方撤退5万多平民。这与去年赫尔松大撤退的情况非常相似，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复刻。只不过一旦这个方向上的俄军坚持不住，届时乌军就能顺势南下，直指马里乌波尔市。一旦将其收复，就能重新掌握在亚速海的一定影响力。
同时断绝俄军用此地港口运输武器装备、弹药和日常用品的念头。最重要的是，这能直接将俄军战区划分为两部分，也就是将扎波罗热南线和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与乌东部战区的俄军分开，让俄军陷入顾头不顾尾的不利情况。这对于乌军收复南部失地来说非常重要。另外，与此同时，在扎波罗热另一个方向上，罗伯季涅的乌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就在前几天，随着乌军在罗伯季涅方向上连续投入了2个机械化旅，第一道防线上的俄军终于坚持不住了。目前负责进攻罗伯季涅的乌军主力依然是第47和118第机械化旅。值得一提的是，第47旅的前身原本是第47突击营，成立于2022年4月26日，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成立的全新军事单位。在组建并接受全面训练后，被转移至巴赫穆特附近地区作战。在成功完成战斗任务后，这支部队得到了乌军总司令扎鲁日内的认可，下令将其扩充为一个成熟的突击团。在3个月内，第47突击营转变为第47突击团。2022年10月，乌武装部队又下令在1个月内将该团改组为第47机械化旅。随后，在北约军事专家的指导下，第47机械化旅在乌克兰和欧洲的训练基地进行了密集的战斗训练，为接下来的反攻做准备。有信息显示，目前该旅已经全员配备了北约武器装备，包括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豹2坦克等等。也正是基于第47旅强大的实力，在来到罗伯季涅不久后，就与当地乌军联手，连续突破了俄军2道防线。只不过在清理了罗伯季涅周围的俄军阵地之后，乌军并未继续对该镇发起进攻，而是将进攻的重点区域指向俄军腹地，也就是该镇东北和东面的俄军阵地。在短短几天内就推进了约5至7公里，直接形成了一个突出部。乌军之所以这么做，大兵认为应该是想要直接突破第1道防线后面俄军的居民点，而与乌军的迅猛攻势相比，俄军似乎一时间无法适应乌军的节奏。第2道防线附近的俄军部队在面对第47和118旅的进攻时显得非常不堪，而目前乌军一方面在罗伯基涅的东面建立起了进攻阵地，另一方面则是继续深入俄军腹地，到达了第2道防线的居民点。根据近日俄军所供的2个视频显示，继续深入的乌军似乎已经来到了位于索洛德卡巴尔卡与诺韦东侧的普舍尼奇涅区域，同时还在继续向东侧的维尔博尔、辛波克罗夫卡等区域推进。这里我们对照苏罗维金防线会猛然发现，这支乌军突出部队已经要来到第3道防线前沿了。好家伙，这防线的牢不可破，水分太大了吧？也就第1道防线坚持的久一点。与此同时，在乌军攻入俄军腹地之后，后者近几天似乎已经没有再公布出有关于击毁消灭乌军的视频或照片了。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第1道防线，俄军的第2道防线守军力量相对空虚，如果不能及时对该区域进行回防或增援，未来几天内乌军有很大概率会直接突破第3道防线，将所谓的苏罗维金防线杀穿。讲到这里，有人可能就要说了，就是几个小村庄嘛，俄军随时能将其打回去。关于这一点，大兵只能说比较难。首先，在扎波罗热南线方向上，有很多俄军据点都在被乌军猛攻。就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旧马约尔斯克区域，那个地方现今也急需友防部队的增援，重要性不下于更高于罗伯基涅。这也就导致俄军如何将有限的部队分发至各个区域成为一个难题。毕竟增援部队不够的话，就是在葫芦娃救爷爷；侧重于某一区域的话，另一个区域又无法进行有效防御。不知俄军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如果乌军真的能击穿苏罗维金防线，那对于俄军来说真的是一个灾难。首先，从罗伯基涅一直往南的这条路线上，一直都是俄军极为重要的后勤补给路线，是扎波罗热南线俄军连接克里米亚的重要交通要道。而乌军常规火炮的打击距离在20公里左右，一旦战线推进到足够近的位置，那么乌军就算只使用常规火炮，也能覆盖俄军的补给线。而这相较于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这类高精尖武器打击某些高价值目标，
性价比高了不止一个级别。而一旦后勤补给被断，那么俄军整个扎波罗热南线的部队都会陷入到物资弹药匮乏的阶段。至于后果，肯定是又一次大溃败，进而成为对俄军的又一记沉重打击。不仅如此，在击穿苏罗维金防线后，乌军还能继续向南进攻托克马克，直到梅利托波尔市，或者向东南方向进攻比尔江斯克市。这两个城市对于俄军非常重要，后者是地理位置方面位于亚速海沿岸，海岸线往东就是马里乌波尔，往西就是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可以说是连接这些地区的核心。同时，该市还有着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别尔江斯克港就在此地，它是俄军从本土的塔甘罗格港向克里米亚、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运输军事物资的中转站。目前受限于克里米亚大桥铁路货运、乌东的铁路线和跨亚速海的海运，已经成为俄军重要的补给路线。其中乌东铁路线由于时常被乌军破坏小组破坏，要想将大量物资运到赫尔松左岸地区，难度和风险较大。因此，俄军增大了比尔江斯克港的跨海货运量，这里没有马里乌波尔到处漂浮的水雷，于是俄军就在该市驻扎了大量军队，甚至许多动员兵都在这里训练，不少正规军也是带着装备在这里登陆，然后进行一些适应性训练。也是基于该市的重要性，乌军曾数次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攻击市区内的俄军高价值目标，目的就是一直干扰该区域俄军的一系列活动，进而影响前线俄军的布置。好了，看完扎波罗热南线的进展，我们再来看看近几日乌军在巴赫穆特区域取得的战果。在经过了多天的惨烈争夺之后，目前乌军终于完全控制了克列谢耶夫卡，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K 村，甚至已经达到了该村的最北部，也就是接近巴赫穆特市郊的位置。而似乎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在7月29日，乌总统泽连斯基还特意跑到了巴赫穆特，去看望了在前线作战的乌军士兵，对最近开展的行动表示钦佩，称赞这些士兵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和英雄，同时对参与了解放 K 村的士兵颁发勋章。再对比俄军，这待遇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与此同时，在安德烈夫卡村，现今车臣部队和俄军第57机械化旅似乎已经完全撤出该村，其中前者的2个营在撤出时好像只有几十人存活。不得不说，重组之后的亚速旅战力真的是很强啊。另外，在巴赫穆特南线拿下 K 村和 A 村之后，乌军又再次组织起部队，对库尔久米夫卡和奥扎里亚尼夫卡展开了进攻。如果未来乌军能将这2处也收复，那么俄军在巴赫穆特南线就没有一个据点了，到时处境将会非常难受。而在巴赫穆特北部，在调来了第77空突旅和第92机步旅之后，目前乌军正在加大对贝尔西夫卡和亚西德内2处村庄的进攻力度，旨在收复这2个据点之后，形成对巴赫穆特的半包围。同时，俄军似乎也意识到了危机，已经调遣了一部分城内守军前往支援亚西德内据点，战况非常焦灼。不过与之相比，俄军似乎放弃了继续防御贝尔西夫卡。还有不确定消息称，现今乌军好像已经收复了该村。更惨的是，在巴赫穆特周围，俄军目前已经没有能调遣的部队前来支援，只能眼看着乌军收复一个个据点。总结来说，在各条战线上，面对乌军突然加大的攻势，俄军似乎一时间被吓傻了，一直没有做出相应的防御措施。而以现在的形势来看的话，继续发展下去，或许再过半个月，各战线的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大家认为俄军是否还有机会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们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